你知道吗？2026年的天空正在上演一场300年未见的宇宙奇观。3颗最遥远的行星同时换座，日全食横扫北半球，血月悬挂元宵夜空，6星连珠在夕阳中一字排开。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位曾经精准命中英国脱欧、川普当选、俄乌战争，甚至提前2年看见香港大火的英国灵媒帕克，他对2026年的预言竟然和天上星辰的排列惊人的吻合。不仅如此，中国1000年前流传下来的赤马红羊节预言，古印度5000年历史的纳迪叶宗铝业占卜，西方占星学中前所未有的白羊座漩涡格局，全部在这一年交汇。天上地下，东方西方，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正在同时按下某个按钮。今天这期影片，我们就来层层拨开这些神秘讯号。帕克到底看到了什么？天象到底在传递什么？赤马红羊节的1000年魔咒是否真会再次应验？而最重要的是，真正的大事是否终于要来了？我们先从天上说起。2026年的天空，用天文学家的话来说，是日食黄金时代的开端。什么意思？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短短3年之内，天空将连续出现3次日环食和3次日全食，形成一个极其罕见的密集日食周期。上一次出现类似密度的日食排列，你猜是什么时候？要追溯到好几百年前。我们这辈子能赶上这种宇宙级别的盛宴，说实话，纯粹是时间线上的奇迹。好，让我们按时间顺序看看2026年的天空到底会上演哪些大戏。第一幕，2026年2月17日，南极洲上空出现日环食。当月亮滑入太阳与地球之间，却因为离地球太远，无法完全挡住太阳的光盘，于是太阳边缘透出一圈耀眼的金色光芒，形成宛如燃烧火环般的壮观景象。这就是所谓的火环日食。虽然这次日环食的观测带主要在南极洲无人区域，世界上大部分人没办法亲眼看到，但它拉开了整个2026年天象大戏的序幕，而且它给了天文摄影师一个绝佳的机会。因为在冰天雪地的南极背景下，一圈金色的火环悬挂在天际，那个画面光是想象就足以让人窒息。请注意一个细节，这一天是什么日子？是农历丙午马年的大年初一，也就是春节。火环出现在火马年的第一天，天干丙属火，地支午属火，火上加火的一年，开场就是一个火环悬挂天际。古人讲天人感应，天象和人事相互对应，一个火年的第一天就用一圈宇宙之火来开场，你说这是巧合，还是天象在向我们传递什么讯号？第二幕，短短2周之后，3月3日，一轮血月笼罩天际。月全食发生时，地球运行到太阳和月亮之间，完全挡住了直射月面的阳光。但太阳光经过地球厚厚的大气层折射后，只剩下红色波长的光线绕过地球照到月球表面，于是月亮变成了一颗暗红色的血球，高悬夜空就像被染了血一样。这就是古人谈之色变的血月。这次月全食持续接近1个小时，亚洲、美洲和大洋洲都能观测到。我们在台湾能看到的是月初带食，也就是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食的阶段。3月3日是什么日子？是农历正月15元宵节。元宵节本应是花灯璀璨、阖家团圆、提着灯笼赏月许愿的好日子，但在2026年的元宵节，你抬头看到的不是皎洁的圆月，而是一颗血红色的月亮挂在天上。如果你穿越回古代，站在宋朝的汴京城头看到这一幕，恐怕整座皇城都要炸锅了。因为在古代帝王眼中，日食代表天狗吞日，是对皇帝的警告，而血月更是被视为天降凶兆，预示住兵祸、瘟疫或者政权更替。明清两朝都有专门的日月食救护礼，一旦出现这种天象，朝廷从上到下都要斋戒反省。更诡异的是，2026年3月的血月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如果把时间线拉长一点，你会发现，从2025年到2026年短短2年间，地球上接连出现了3次血月。2025年3月14日第一次，在北美和南美可见；2025年9月7日第二次，持续82分钟，欧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多地可见。2026年3月3日第三次，恰好落在元宵节。3次血月在2年内密集出现，
而且覆盖了全球几乎所有主要人口聚居区。在基督教传统中，连续出现的血月被称为血月四连环，被视为末世的征兆。虽然这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四连环，但血月的密集程度和时间节点的特殊性已经足以让全球的宗教和灵性社群高度关注了。2026年的中国新年期间，火环和血月接连出现，一个在大年初一，一个在元宵节。你能说这只是天文学上毫无意义的几率巧合吗？第三幕也是真正的高潮。8月12日，这一天，一场被全球天文学界誉为世纪日食的日全食将横扫北半球。全食带从俄罗斯东北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北冰洋沿岸出发，穿越格陵兰东部，划过冰岛西部，然后跨越北大西洋直扑欧洲，穿过西班牙北部多个自治区，最终在地中海巴利阿里群岛附近结束。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完全位于全食带之内，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北郊也能看到日全食，而市区能看到10分接近满分的日偏食。在全食带范围内，太阳将被月亮完全吞噬，长达2分18秒，白昼瞬间变为黑夜，气温骤降，鸟群惊飞，花朵闭合，肉眼可见壮丽的太阳日冕像丝绸一样向四面八方延伸，还有可能看到被誉为日全食最珍贵瞬间的贝里珠和钻石环。天文学家说，一个地区平均每400年才能看到一次日全食。你想想，400年前是什么时代？明朝万历年间。上一次你家门口能看到日全食的时候，万历皇帝还在龙椅上坐着呢。这就是日全食的稀有程度。而且更巧的是，这场日全食恰好和英仙座流星雨的极大期完美重叠。8月12日到13日，英仙座流星雨正值高峰，每小时可能出现上百颗流星划过天幕。白天太阳被月亮吞噬，夜晚流星如雨点般洒落，日全食加流星雨同时上演。下一次出现这种宇宙级别的组合要等到2045年，差不多20年后。可以说2026年8月的天空简直就是宇宙特意为人类排的一场顶级视觉盛宴，天象的诡异还远不止日月食。2026年2月底，天空中将出现一场罕见的6星连珠，水星、金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在夜空中一字排开，其中水星、金星、木星、土星4颗行星在日落后肉眼清晰可见。你只要在傍晚找一个视野开阔的地方，抬头望向西方天空，就能一眼看到4颗明亮的行星如珍珠般串成一线，壮观的让人忘记呼吸。到了8月，另一场6星合相接力登场，火星取代金星加入行星排列的队伍。1年之内2次6星连珠。在古代中国，5颗行星同时出现在天空的同一侧，被称为五星聚，是预示天下大变、改朝换代的重大天象。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的那一年就出现了五星聚，现在6颗行星一字排开，比五星聚还多1颗。你说古人见了会作何感想？然而更令占星学家们集体紧张的是一个此前从未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罕见格局。2026年2月20日前后，土星和海王星将在白羊座0度精准合相。你可能会问，白羊座0度有什么了不起的？它就是春分点。在天文学上，春分点是黄道和天球赤道的交点，是每年3月21日前后太阳穿过天球赤道的那个位置。在占星学中，白羊座0度是黄道带12星座的起始原点，象征着万物的诞生。宇宙循环的第1秒钟，光明与黑暗刚刚分开的那个瞬间，2颗运行极其缓慢的外行星在这个宇宙原点精准交汇，就像2条从不同大陆流来的巨河在世界的源头汇合，掀起的浪潮将冲向整个星盘。土星在占星学中代表现实结构、规则、纪律和限制，海王星则代表梦想、幻觉、灵性和迷雾，两者在代表行动、勇气和开创的白羊座起始点交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旧的秩序要被拆除，新的梦想要开始落地，长久以来被掩盖的幻象要被无情戳破，理想和现实的猛烈碰撞将在这个宇宙原点上引爆。同时，天王星在4月26日正式进入双子座，开启了未来7年对教育、通信、媒体和资讯领域的颠覆。冥王星已经在水瓶座站稳脚跟，象征着权力结构的深层重组和科技革命的持续推进。
加上白羊座的土星、海王星合相，3颗最外围的行星全部完成换座，形成了天王星双子座、海王星白羊座、冥王星水瓶座的风元素小三角格局。占星学家们把这个空前的行星配置称为白羊座漩涡。为什么？因为不仅土星、海王星合相落在白羊座0度，天王星和冥王星3分相的终点也恰好指向白羊座0度，所有的能量都像被漩涡吸引一样螺旋，汇聚到这个宇宙原点上。根据数据库的记录，此前的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完全相同的白羊座漩涡配置。最接近的一次要追溯到1446年到1450年，15世纪中期，那正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鼎盛时代。而在那之前300年，又是另一个文明板块剧烈碰撞的节点。占星学家说，300年一遇的3王星换座，就像地球的季节从冬天转入春天一样，预示着人类文明也要脱掉旧外套，进入全新的季节了。好了，到这里我们把天象梳理完了。火环开年，血月元宵，世纪日全食，6星连珠，白羊座漩涡，3王星集体换座。2026年的天空简直就是一场宇宙级别的焰火秀，每一发都是重量级。顺带提一句，2026年还有超级月亮在11月24日和12月23日接连登场。超级月亮就是月球运行到近地点附近时恰好赶上满月，这时候的月亮比平时大 14% 左右，亮度高出 30%， 而5月份还会出现一次所谓的蓝月亮，不是说月亮真的变成蓝色，而是同一个月内出现了2次满月，第2次就被称为蓝月亮。这种现象平均每2年多才出现一次。你看，就连月亮在2026年都忙得不可开交，各种特殊月相接连登场，整个天空就像被安排了满满的行程表。更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站在古人的角度去看这一切，会得出什么结论？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叫做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知。意思是上天透过天象向人间传递吉凶的信息，有智慧的人应该去观察和理解这些信号，这不是迷信，而是古人对宇宙秩序的一种敬畏。中国历代王朝都设有专门的天文机构，汉代叫太史令，唐代叫司天台，明清叫钦天监。这些机构的最核心任务就是观测天象，记录异常，向皇帝禀报预警。日食、月食、彗星、五星聚，每一种天象都有对应的政治和军事含义。在西方文明中也是如此。古巴比伦的占星祭司每夜观测星空，把行星的位置和王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相信天体的运行和人间的秩序遵循同一套宇宙法则。中世纪欧洲的国王们身边都有御用占星师，打仗出征之前先看星象。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巨人蒂古和开普勒在研究天体轨道的同时，也在做占星推算。连现代科学的奠基人牛顿都花了大量时间研究炼金术和神秘学。可见，即便是人类最伟大的头脑，也无法完全割舍天象和人世之间那条看不见的纽带。那么当2026年天空同时出现如此多罕见、密集，甚至前所未有的天象时，无论是古代的天文官还是现代的占星师，无论是东方的风水命理师还是西方的灵媒预言家，他们都会得出同一个结论：这一年天地之间的能量场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至于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不同体系有不同的解读，但变化本身是确定无疑的。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个更惊悚的问题：帕克的预言和这些天象到底有什么关系？2025年12月30日，帕克发布了他的2026年终极预言影片。他一开口就说了一句让人心跳加速的话：2026年不是普通的一年，而是清算之年、重置之年、文明转折之年。他说，过去多年他反复提到的各种判断将在2026年出现引力聚合。什么叫引力聚合？就像宇宙中多股引力同时拉扯，把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次性拽到临界点，开始同时兑现。他强调，这不是他第一次说这些预言，而是多年预测的汇总版。他之前每年都在零星地说，但2026年所有的线索将一次性收拢。这个引力聚合的比喻，你有没有觉得特别耳熟？天文学家描述的300年一遇的行星大洗牌，占星学家描述的白羊座漩涡能量汇聚
和帕克临世中感知到的引力聚合三种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三个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却像是在描述同一件事情的不同侧面。三条河流从不同的方向奔来，却汇入了同一片大海。更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是帕克预言的具体时间节点和天象的精准吻合。帕克明确指出，2026年3月15日之后，世界将面临非常严重的问题。他引用印度占星术的推算说，3月25日太阳和土星合相是重要的冲突触发点，届时大帝国的统治者可能威胁较小国家的领导人，甚至发生监禁和杀害行动。我们回头对照天象时间表，3月3日是元宵节血月月全食，3月20日是春分，而土星海王星在白羊座0度的合相影响在整个2、3月份持续发酵。帕克锁定的3月危险窗口精准地落在了这些重大天象密集交汇的时段。然后帕克特别圈出了8月12日这一天，他说那天是新月之夜，木星、太阳和月亮汇聚在巨蟹座，将成为一个必须格外小心的时间触发点。而我们已经知道，8月12日正是那场被称为世纪日食的日全食降临的日子。帕克透过灵视锁定的危险日期，和天文学家用精密轨道计算推演出的日全食日期，一天不差的完美重合。一个靠冥想和灵感，一个靠数学和物理，两套系统却标记出了同一个日期。你说这是什么概率？帕克还划定了一个更大的时间范围。他说，4月15日到11月15日之间是2026年极度危险的周期。占星学家的分析同样显示，2026年7月是绝对不容忽视的重大时刻，因为那个月木星正式进入狮子座，同时和水瓶座的冥王星形成激烈的对冲相位。冥王星、海王星和天王星的精准小三角相位也在此时成型，加上木星和海王星的三分相，整个天空形成了一个能量极其强大的梯形格局。让我们翻开历史，看看每次木星和冥王星形成对冲都发生了什么。2013到2014年那次木冥对冲，韩国世越号沉没300多人遇难，乌克兰爆发危机，克里米亚被吞并，台湾太阳花学运占领立法院，香港雨伞运动爆发，欧洲难民危机开始。2001年那次，美国发生了911恐怖攻击事件，整个世界秩序被彻底改写。1988年那次，蒋经国过世，李登辉继任总统，台湾民主化进入关键转折。1975年那次，蒋介石辞世，越南沦陷，西贡陷落。每一次木星和冥王星的激烈碰撞，都像是命运之轮猛然转动，把整个世界甩向一个全新的方向。2026年7月的木冥对冲，能量级别可能更胜以往，因为它不是单独发生的，而是叠加在三王星换座和白羊座漩涡的宏大背景之上，就像一颗炸弹不是丢在空旷的草地上，而是丢在一座装满了火药的仓库里，冲击波将远远超出预期。现在让我们把视线从西方转向东方，看看中国的传统预言体系怎么说。2026年是农历丙午年，也就是赤马年，紧接着2027年是丁未年，也就是红羊年。丙午和丁未合称赤马红羊，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因为天干丙和丁在五行中都属火，火为赤红色，地支午的生肖是马，未的生肖是羊，所以丙午年就是赤马年，丁未年就是红羊年。60年一个轮回，每次轮到赤马红羊年，历史上大概率都要出大事。这个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宋著名道士张继先，正一天师道第30代天师。道教传记选品录记载，宋徽宗在位时皇宫发生火灾，请张继先来做法事攘灾。张继先趁机向皇帝禀报了红羊赤马之恶的预警，但当时的宋徽宗是出了名的艺术皇帝，一天到晚沉迷于书法绘画和奇石收藏，朝政全交给蔡京和童贯2个奸臣。这2位权臣给皇帝营造了一个歌舞升平的泡泡，让宋徽宗觉得天下太平，什么赤马红羊简直是危言耸听。结果怎样？1126年丙午赤马年，金兵铁骑南下攻破开封。1127年丁未红羊年，徽钦2帝被掳走，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耻。张继先的警告一语成谶，可惜没人听。到了南宋，一个名叫柴望的神童横空出世，此人从小精通诸子百家，读了海量史书后，发现了一个让他不寒而栗的历史规律。
他把从秦昭王52年，也就是公元前255年，一直到5代后晋天福12年，也就是公元947年，这1200多年之间所有的丙午年和丁未年拿出来逐一对照，发现大约有一半的年份都发生了重大动乱或国难。他把这个惊人的发现整理成一本书，叫做《丙丁归鉴》，正式确立了赤马红阳节的概念。淳佑6年元旦那天还发生了日食，古人视为凶兆，柴旺更加坚信自己的发现，于是上书朝廷示警。我们快速扫一遍历史。公元前255年丙午年，秦昭王攻灭西周国，为秦始皇灭六国铺平道路。公元前195年丙午年，汉高祖刘邦驾崩，吕后开始专权。唐代甘露之变，宦官势力得胜，朝廷数百位官员遭到屠杀。1126年丙午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1906至1907年，丙午风灾肆虐，接着黄冈起义爆发，第一次在中华大地上升起了民主革命的旗帜。然后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双双离世，清朝走向终结。1966至1967年，文化大革命开始，10年浩劫，中华大地生灵涂炭。孙中山先生早在1899年就写下了著名的诗句：万象阴霾扫不开，弘扬节运日相催，预言满清王朝即将在弘阳年遭遇劫难。果然1907年丁未弘阳年，黄冈起义爆发，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革命政权，升起了第一面青天白日旗。国父的预言精准得令人叹为观止。每60年一轮回，下一个赤马弘阳年就是2026至2027年。有人可能会说，历史上不是也有一些丙午丁未年什么大事都没发生吗？确实如此。清代学者于越就曾经考证过，认为赤马红阳节的说法有些年份是后人牵强附会。比如1486年的丙午年，除了成都发生过一次地震之外，基本上平淡无奇。1546年的丙午年也大致平静。但于越同时也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他说这类灾异的应验与否，要看人事修废和气运盛衰，不可一概而论。也就是说，赤马红阳节不是一个100%的铁律诅咒，而是一种概率性的风险提醒。就像医生告诉你某个年龄段罹患某种疾病的风险会升高一样，不代表你一定会得病，但代表你需要格外注意。而且如果我们把近代以来的赤马红阳年单独拿出来看，命中率就相当惊人了。1906至1907年清末巨变，1966至1967年文革开始，这2次都是实打实的历史大事。再加上历史上靖康之耻、甘露之变、刘邦驾崩、吕后专权这些案例，赤马红阳年和重大政治变动之间的关联性，至少在统计上是显著的。柴旺在丙丁归鉴中统计的1200多年间21次大灾变，命中率接近 50%。 对于一个60年才出现2年的时间窗口来说，这个概率远远高于随机水平。更耐人寻味的是赊刀人的故事。赊刀人是中国民间一群神秘的预言者，他们会到处兜售菜刀，但不收钱，说等几年后再来收。每次他们预言的收钱时间到了，往往就会发生大事。有网友拍到一位在河北承德出现的赊刀人，笑眯眯地向大家兜售菜刀，说3年后来收钱。有人算了一下，3年后正好是2026年。有人问他，3年后你找得到人吗？赊刀人笑而不语。这个故事真假难辨，但它反映出民间对2026年的某种集体预感。当一个时间节点被如此多不同来源的预言同时指向的时候，你很难完全当作空穴来风。更值得玩味的是，丙午年的天干丙属阳火，地支午也属火，天地一片火海。而2026年恰好还处在3元9运中的9运离火大格局之中。9运从2024年开始持续20年，离卦属火，主变革、战争、离散、科技、光明。赤马年的小火叠加9运的大火，火的能量被推到了历史性的极端高点。有玄学家甚至计算了更细的层级，指出2026年农历5月恰好是甲午月，天干甲属木，木生火，地支又是午火，等于木火加午火再加丙午年的火，3重火叠加。这位玄学家半开玩笑地说，幸好那个月有世界杯足球赛，一群人追着一个圆圆的足球踢球，是金克火，
说不定能把全球的火毒压一压。虽然听起来有点好笑，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东方智慧体系对2026年火气过旺的担忧是相当普遍和严肃的。好了，前面我们分别看了天象、帕克预言和赤马红羊节，现在最精彩的部分来了，这三者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深层联系？帕克本人的预言方法有2个来源，一个是他与生俱来的灵视能力，通过冥想和预知梦获取未来的画面，另一个是他近年深入研究的印度古老纳迪叶棕榈叶预言系统。纳迪叶是什么？这要从5000年前说起。古印度的18位圣贤陆续在棕榈叶上用古泰米尔文刻下了神秘的记录，每一片叶子记载的不是某个时代的大事，而是某个特定的未来之人的一生，包括他的出生、家庭、婚姻、事业和死亡。这些叶子一代代传下来，由纳迪叶解读师家族保管。据说到了今天，印度只剩下18位正宗的解读师，他们恪守祖训，带着叶子在世界各地寻找每片叶子的主人。印度的预言体系其实非常庞大，大致可以分为3个流派。第一种是吠陀占星术，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印度占星，它能预测个人命运，也能推演国家兴衰。网络上很火的印度神童阿南德就是这个流派的。第二种是各种民间占卜法，比如通过龟壳、骰子或者动物行为来判断吉凶。第三种也是最神秘，据说最准确的，就是圣者预言。释迦牟尼佛就属于这个流派的顶级存在，他用天眼通直接看到未来。纳迪叶解读师也属于这个传承，只不过他们的方法不是通过自身修炼获得神通，而是通过解读5000年前圣贤留下来的记录。匹配的方式极为神奇，你只需要提供一枚指纹，男生用右手大拇指，女生用左手大拇指。解读师凭一双肉眼将指纹归类为100多种类型之一，每种类型对应一捆叶子，然后逐片翻阅，向你提问验证，直到找到完全吻合的那片属于你的叶子。5000年前的圣贤怎么知道指纹可以唯一识别一个人？科学界是到19世纪才发现这一点的，但5000年前的古印度人就已经在用指纹匹配系统了，光是这一点就够让人匪夷所思。凡是找到自己叶子的人，都说上面的记载准得令人发指，连父母兄弟和配偶的名字都早已写在上面。帕克亲自去印度找过属于他的那片叶子，结果叶子上写着你母亲名叫艾塞尔，但她自称维基。帕克当场就愣住了，因为确实如此，他母亲登记的正式名字是艾塞尔，但一辈子都用维基这个昵称。一片可能是几百年前甚至更久以前刻下的棕榈叶，精准地写出了一个20世纪英国妇女的真名和她连很多朋友都不知道的昵称。帕克说，他最震撼的发现是，纳迪叶对未来的预言和他多年灵视感知到的画面高度一致，一个来自英国灵媒的第六感，一个来自5000年前印度圣贤留下的棕榈叶，两套完全独立的系统，却描绘出了几乎相同的未来图景。帕克结合灵视和纳迪叶的分析，对2026年做出了一系列具体预言。在展开这些预言之前，有必要先说一下帕克做预言的方式。他通常会在每年年底发布一段长篇预言影片，把他在冥想和预知梦中接收到的画面一一描述出来。他会尽量保持客观，不加自己的情感判断，就像一个记者在报道自己看到的画面一样。他也会把自己不确定的地方标记出来，告诉观众哪些是清晰的画面，哪些是模糊的直觉。这种坦诚的态度是他赢得信任的重要原因之一。他看到一场意外事件可能触发围绕台湾海峡的战争危机，日本也将被卷入。他形容那个画面是飞机或潜水艇相撞引发的连锁反应，最终可能演变成一场区域性的军事对抗。他在2025年12月4日预警台海和中美之间将上演雷达锁定式的战争彩排，结果仅仅2天后的12月6日，辽宁号航空母舰就2次以火控雷达锁定日本战机，事件震惊全球，预警和现实之间只隔了48小时。这种精准度让许多原本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不得不重新审视帕克的能力。他预言某个东方大国的政治体系将经历冰川式瓦解，不是突然一声巨响粉身碎骨，而是像冰川融化一样，先是表面出现裂缝，然后大块大块崩落，最终整座冰山解体。
他说这个过程的明显征兆将在2026年出现，并持续到2030年左右。相关领导人的健康状况也将在2026年明显恶化，政治和身体的双重衰退同步展开。他谈到了伊朗将爆发重大革命，帕克长期以来一直坚信伊朗会出现政权更替。2025年底，伊朗确实爆发了3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里亚尔汇率暴跌突破140万大关，通膨高达 52% 以上，民生彻底失控。抗议从德黑兰市集的罢市开始迅速席卷全国，口号从经济诉求升级为推翻政权。他预测俄乌战争将在2026年接近尾声。帕克多年前就预测过乌克兰将收复大部分领土，但俄罗斯会保留一条通往克里米亚的狭窄走廊。他说最终和平将在川普与普京达成一项出人意料的协议后到来。他还看到了一团巨大的气体云，将威胁整个国家，引发全球恐慌。他在2015年出版的著作《来自宇宙的讯息》中就已经写下了这个预言。结合印度纳迪叶的解读，气体云的来源指向日本周边的海底火山。纳迪叶上出现了一个古老的地名叫做亚马，帕克推论这就是日本的古称大和。此外，纳迪叶还透过湿婆神的启示预言，2026年10月到11月左右，印度南部将面临大规模海啸。最宏大的预言是一场涉及5个大国的全球性冲突。纳迪叶用古老比喻描述了5个国家：掌管海洋之国、龙之国、雪域之国、点燃佛灯之国、帝国废墟的守夜人。翻译过来大致是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和欧洲。战争可能在2026年10月到2027年10月之间爆发，形式可能是常规战、贸易战、网络战或病毒战，但不会升级为核战。其中有一个国家将受损最严重，整个政治体系彻底瓦解，面临国家全面重启。帕克最令人意外的预言之一是关于外星生命的。他说各国政府长期隐瞒地外文明真实存在且长期往返地球的事实。他认为2026年可能成为大揭露之年，一些此前被封存的真相将被迫曝光。当然，帕克的预言也不是百发百中，有些事件他判断的时间有偏差，有些画面模糊到他自己也无法确定具体含义。他自己就坦诚说，预言就像隔着一块雾面玻璃在看东西，画面会来，情感和氛围也能感受得到，但时间线永远是最难掌握的部分。有时候他看到的画面可能要在几个月后才发生，有时候甚至要等几年。就像香港大火那个预言，他2023年11月就看到了高楼起火的画面，但火灾是在2年后才发生。时间轴上的偏差不代表画面本身是错误的，只是预言这件事本身就存在一个内建的模糊性。但即便如此，他的命中率已经远远超出了统计学上的随机概率。他不是那种每年丢出100个模糊预言然后事后挑对的来吹嘘的网红算命师。他的预言往往非常具体，有时间、有地点、有事件性质，而且他都会提前录影存档。正因如此，英国主流媒体才会称他为新诺查丹马斯，全球数百万人才会持续追踪他的每一次更新。有趣的是，帕克本人其实非常谦逊，他反复强调自己不是先知，只是一个能偶尔接收到某些画面的普通人。他甚至鼓励人们对他的预言保持怀疑态度，但同时也提醒大家不要因为怀疑就完全忽视这些信号。帕克还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说他咨询了印度的一些有修为的预言家，这些人不是阿南德那样的占星师，而是更加神秘的纳迪叶解读师群体。这些人正在为世界祈祷，希望神能阻止灾难的发生。帕克说他从这些人身上感受到了一种强大的灵性力量，这种力量让他相信，即使预言中的灾难真的降临，人类也不会被彻底毁灭，因为在灾难的另一面，有一股更大的觉醒力量正在酝酿。现在让我们退后一步，看看这幅完整的拼图。帕克的灵视系统，印度5000年的纳迪叶棕榈叶，中国1000年的赤马红羊节理论，西方占星学的行星相位分析，以及现代天文学的精确观测，5条完全独立的知识路径，5个不同文明的智慧结晶，竟然在2026年这个点上交汇融合。帕克说引力聚合，占星学家说白羊座漩涡，天文学家说300年一遇的行星换座，中国命理师说赤马红羊节的60年轮回，纳迪叶说5国大战与觉醒。
5种完全不同的语言讲述着同一个故事，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世界末日吗？帕克在预言中反复强调了一段话，他说这一切并非绝望的信息，而是希望的开端，有一种高于世界领导人和自然灾难的灵性能量正在守护着人类。灾难不是为了毁灭世界，而是伴随着伟大的觉醒。人类拥有透过积极的思想、慈善的行为和灵性的连结来改变未来走向的力量。无论个人信什么教、拜什么神，甚至什么都不信，集体的祈祷和正向意识都能减轻灾难的冲击，消解累积的业力。帕克说，人类的本质是光之生命，在这场全球性考验中，灵性的团结将是改变周围事件最强大的力量。回顾历史，每一次赤马红羊节之后都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靖康之耻后有了南宋150年的偏安和文化繁荣，陆游、辛弃疾的千古名篇都诞生在那个时代。清末的巨变催生了民主共和的新中国，文革10年浩劫的伤痛之后，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毁灭和重生从来就是一体两面，就像森林大火烧尽枯木之后，新的生命会以更旺盛的姿态破土而出。占星学家也持类似观点，白羊座0度不仅是黄道带的终结之点，更是万物重新开始的起点。土星海王星的合相固然可能带来幻想破灭的痛苦，但也可能成为把梦想从云端拉回地面真正落地生根的契机。三王星换作开启的风元素新时代，虽然伴随着动荡，但也预示着科技、通信和集体意识的飞跃式进步。也许答案就像帕克说的那样，这些天象、预言、周期、格局的交汇不是巧合，而是一种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宇宙韵律。就像潮汐受月亮引力影响一样，人类的集体命运或许也在某种更深层的维度上受到宇宙节奏的调控。我们不必盲目迷信，但也不必傲慢到以为人类已经理解了一切。毕竟在这浩瀚的宇宙面前，我们的认知还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你想想看，为什么从古至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原始部落还是高度文明的社会，人类都不约而同地发展出了观测天象、预测未来的传统。中国有周易、紫微斗数、奇门遁甲；印度有吠陀占星术和纳迪叶；巴比伦有楔形文字星表；玛雅人建造了精密的天文台来追踪金星的轨道；古埃及人根据天狼星的升起来制定农历。这些分散在不同大陆、互不相连的文明，却殊途同归地发展出了仰望天空、解读宇宙密码的传统。这件事本身就很值得思考。如果天象和人事之间真的毫无关联，为什么全人类都会产生这种本能？这究竟是一种集体错觉，还是说，在科学尚未触及的某个维度上，天和人之间确实存在某种我们看不见的连结？我不打算在这里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因为这个问题可能超出了目前人类认知的边界。但我想说的是，当如此多条独立的证据链同时指向同一个年份的时候，至少值得我们认真对待，而不是轻率地一笑置之。2026年的天空，火环燃烧，血月高悬，日全食吞噬白昼，流星如雨洒落。地面上，赤马红羊节的60年轮回如期降临，5000年前的棕榈叶预言正在被一片片翻开。一个英国灵媒闭上眼睛看到的画面，和天文学家用最精密的仪器捕捉到的星象，竟然讲述着同一个故事。有一个比喻我觉得特别贴切，如果把人类文明比作一艘大船，那么2026年就像是这艘船正在驶入一片前所未有的水域。天上的星辰就是航海图上标记出来的暗礁和洋流。帕克的预言就像是一位老水手凭直觉发出的警告。赤马红羊节就像是前辈船长们留下的航行日志，记载着每次经过这片水域时遇到的风暴。这些信息不一定每一条都精准，但当所有的航海图、所有的直觉、所有的日志都在告诉你前方有大风浪的时候，你是选择系好安全带，还是选择假装什么都没听到？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即使风暴真的来了，也不意味着船就会沉。人类文明这艘大船已经在地球上航行了几千年，经历过无数次惊涛骇浪，每一次都以为要完了，每一次又都挺了过来。而且每次风暴过后，船上的人们都会变得更加团结、更加智慧、更加珍惜彼此。
这也许就是帕克所说的伟大觉醒的真正含义，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变成神仙或超人，而是经历了风暴之后，我们会重新理解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最终的问题留给我们每一个人。当天上地下同时传递出如此密集的讯号时，你是选择恐惧，还是选择觉醒？是在焦虑中消耗自己，还是在这个罕见的宇宙节点上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选择，以及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说到底，预言不是为了制造恐慌。无论是帕克的灵视、纳迪叶的棕榈叶、赤马红羊节的历史周期，还是占星学的行星相位，它们的核心功能都不是吓唬人，而是提醒人，提醒我们在顺风顺水的时候不要得意忘形，提醒我们在暴风雨来临之前检查一下自己的船是否足够坚固。古代的天文官向皇帝禀报天象异常，目的是让皇帝反省自己的施政是否出了问题，而不是让他吓得躲到龙床底下去。帕克反复强调灵性觉醒和积极思想的力量，也是出于同样的逻辑。台湾有句老话说，天助自助者。不管2026年到底会发生什么，我们能做的最有力的准备，就是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加强大，更加清明，更加善良。当你的内在是稳定的时候，外在的风暴再大也动摇不了你。当你的心是充满光的时候，再深的黑暗也只是暂时的。也许这就是所有预言最终想要传达的讯息，不是让你害怕明天，而是让你珍惜今天，让你在此刻就开始活出最好的自己。帕克说得好，灾难不是终点，觉醒才是目的。也许2026年真正要来的不是世界末日，而是人类意识的一次集体升级。天上的星辰排列成了前所未有的格局，地上的预言跨越时空，不约而同地指向同一个方向。他们都在告诉我们，真正的大事不在外面的世界，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你仰望2026年的夜空，看见那些古老的星辰在300年后重新列队时，请记住，你正站在一个文明转折的十字路口，而你的选择、你的意识、你的善念，就是这场宇宙大戏中最关键的那个变数。